这是我见过最不靠谱的护工。为了测试病人的腿到底有没有知觉，他竟然抄起烧水壶浇到了病人的腿上，替别人刮胡子，结果刮成了这样的、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喂病人吃饭，却把注意力全转移到了美丽的秘书身上，结果…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黑人护工，病人却乐在其中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病人叫菲利，是一个成功的商人。年轻时的一次跳伞事故，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，不得不请一名护工。他面试过很多高学历的专业人士，但由于太过正规，菲利一个也看不上。直到这个小黑的出现，他的傲慢无礼吸引了菲利的注意。不知道为什么小黑的性格让他格外轻松，于是决定给他1个月的试用期。小黑懵了，这是他20几年来第一份正式工作。回到家后，他刚想和母亲分享喜讯，结果却被母亲逐出了家门，因为这是母亲时隔6个月第一次见到他。母亲好生气。而6个月前，小黑因为抢劫入狱，最近刚刚出狱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回到街头等待这个漫长的夜晚。第二天，小黑带上行李，来到了菲利的豪宅，开始了1个月的试用期。首先就是护理培训，管家在前面认真交代工作内容，而小黑却直接听着睡着了，让他把菲利抱到轮椅上，结果差点让菲利脖子以上瘫痪。除了这些，小黑还要帮菲利洗澡、穿衣服，甚至排便。尽管小黑很粗心，样样都做不好，但菲利都会给予他最大的包容和尊重，因为他看得出小黑对这份工作很上心。渐渐的，女管家发现了小黑包里带着一把刀，她看不下去了，劝菲利换一个护工。就连朋友都来劝菲利换掉这个黑人护工，说他以前是个混混，还坐过牢，这种从贫民窟出来的人根本没有同情心。可菲利却说，我要的就是没有同情心，没有特殊对待，他会忘记我瘫痪的事实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个护工有点不着调，当着老板的面居然调戏起来老板的女秘书，结果虽然小黑做事有点不靠谱，但是他明白菲利要的是什么。他从不把菲利当作残疾人，不愿意接受他像个行李一样被塞后备箱。他掀开一旁的跑车，把菲利抱进副驾驶，一同感受引擎的咆哮声，还教训了经常把车停在家门口的邻居。在小黑的陪伴下，菲利的生活充满乐趣。这天夜里，小黑听到了菲利痛苦的喘息声。菲利说，这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，一旦发作，让他呼吸特别困难。小黑听到，连忙将菲利抱到轮椅上，推着他出门散步。两人走在凌晨4点的巴黎街道上，空气清新凛冽。片刻后，小黑见菲利好了许多，两人来到了一家餐厅，在这里两人也有了第一次的谈心。菲利说，他和妻子是大学同学，结婚后妻子连续流产了3次，最终导致不能生育，于是便领养了现在的女儿。为了缓解妻子的痛苦，他会经常带妻子去跳伞，结果有一次意外发生了，让他失去了妻子，自己也摔成了残疾。但最大的痛苦不是坐上了轮椅，而是所爱的妻子永远离开。接着告诉小黑，你被正式录取了。小黑也开心地笑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黑改变了许多，做护工越来越得心应手，工作中也不会出现任何差错，对人也变得谦逊礼貌起来。家人们也渐渐地接受了他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小黑无意间发现菲利竟然有个女性笔友，在一番询问后得知，两人互相通信已经半年，却没见过面。于是他自作主张拨通了电话，菲利一直连连摇头，让小黑挂断电话。可最后两人还是通过电话聊起天来。接着小黑又劝他寄一张照片，可能对方根本不介意你瘫痪的事。最终在小黑的开导下，菲利选了张坐轮椅的照片，寄给了笔友。经过长时间的相处，小黑也改变了许多，他甚至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看到菲利的女儿被男友欺负，小黑直接找到对方一顿教育。既然菲利没办法保护女儿，他就来承担这个责任。没过多久，笔友的回信来了，他想邀请菲利见面，并寄来自己的照片。看着照片上的女人，这可把菲利激动坏了，就连选衣服都选了好几天。见面当天，他还是很自卑，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这副模样会嫌弃自己。就在约定时间前的3分钟，菲利退缩了，就在出门时和笔友擦肩而过。这个贴身护工很出格，他带着老板去飙车，给他抽烟，去按摩店找女郎按摩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护工，菲利却很开心，因为小黑让他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，还帮助他找回了信心和勇气。菲利带着小黑上了一架飞机，来到了他曾经跳伞的地方。对菲利来说，只有在空中，他才能忘记身体的残疾。望着下面的美景，菲利感觉一身轻松，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。等他们回家后，小黑的弟弟却找上门来。不用想，看来他又惹事了。安顿完弟弟后，小黑找到菲利，聊起了自己的身世。原来小黑从小失去父母，在8岁时才被领养，养父去世后，
养母辛苦工作，家里有一群尚未长大的孩子，那个来找他的孩子就是其中一个。菲利明白，他不应该被自己这个残废拖累一辈子，家人更需要他。菲利的理解让小黑很感动，纵有万般不舍，他还是尊重了小黑的选择。第二天，小黑和大家微笑告别，看着小黑离去的背影，菲利总感觉生命里少了些什么。回去后，在菲利身边学到的东西正在悄悄改变着他，他收起了以前的臭脾气，还找了一份工作。面试时，凭借在菲利身边学来的艺术知识，轻松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。但失去了小黑的菲利，新来的正规护工，他很不喜欢，总是穿着白大褂，做起事来小心翼翼，完全把他当做一个病人。菲利开始自闭，他满脸胡子的样子真的令人揪心。这天晚上，菲利病情发作，呼吸困难，新来的护工只是远远看着问他要不要吃药。菲利愤怒地赶走了他，没办法，管家只好再次找来小黑。很快二人见面，他看得出菲利的情绪很糟糕。他开上跑车带着菲利在城市中，即使他安静地坐在副驾驶，仿佛回到了以前，然后带菲利去了海边，给他刮起了胡子。可是刮成了这样，还有这样，菲利终于开心地笑了。随后带着菲利来到了餐厅，小黑说自己马上就会离开，但不会让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随后说完就走了，留下了疑惑的菲利。而菲利开始紧张起来，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在他身边，而这个女人正是他思念已久却不敢见面的笔友。慢慢的，菲利放松了下来，这次两人正式的约会了。他开心地望向窗外，小黑站在外面，然后向菲利挥手，眼中的欣慰和祝福透过玻璃落在他的心中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这部电影名字叫《触不可及》，根据真实故事改编。现实中，两位主人公成为了彼此的知己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。